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之所以是人，此刻能呼吸、能思考、能感受到自己存在，这件事儿本身就是这个宇宙里最不可思议的事。不是因为你聪明，不是因为你努力，而是因为在无量无边的时间长河里，在数不清的轮回与沉沦之后，你的灵魂终于走到了这一步。佛陀说，其概率之低，比任何奇迹都更难发生。大多数人听到人生难得这4个字，几乎毫无感觉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80亿人的世界里，人这件事儿好像从来不稀缺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佛陀在世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，他从地上抓起一把土，让它从指缝间慢慢落下，然后看着弟子们说，得人身者如爪上土，失人身者如大地土。就这一句话，我希望你先停在这里，不要急着往下走。脑海中想象一个画面，你现在看到的是佛陀的指甲，那上面还留着几粒土，那就是你，那就是此刻正在呼吸的所有人类。再看看脚下，看看那无边无际延伸出去的大地，每一粒尘土都是在轮回中沉沦的众生。这段对话出自《大般涅盘经》，是佛陀在即将入灭之前对弟子所做的最后一批教示之一。当然，在《杂阿含经》中也有相似的片段。你看，佛陀没有说什么艰深的哲理，他只是抓了一把土，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却道破了整个轮回宇宙的残酷结构。这本经书里还写着另外一句话，人身难得如幽昙花。幽昙花传说3000年才开一次，开时诸佛现世，天地震动。佛陀用这朵花来比喻人身，不是修辞，是他亲眼看见的真实。在佛陀的视角里，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这一层。6道轮回的宇宙观里，众生的数量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。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天道，6条道路，无数灵魂在其中不停流转、沉浮、挣扎、轮回。而人道在这6道之中，是比针尖还小的一个存在。人身难得这4个字在佛学里绝不是随口说说的劝世之语，它是整个修行体系的基石。如果你不明白人身有多难得，你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修行。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要修行，你就不会明白此生究竟在向何处去。在这支影片里，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甚至从未知晓的古老秘密。我们会从一个生命的故事出发，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角度去看清楚这条路到底有多长，那扇门到底有多窄，而我们究竟用了多少劫才走到今天站着的这个地方。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请你在留言区打上一句话，愿我珍惜此身，不负此生。这不只是一个仪式，这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提醒。每当我们说出这句话，就像在内心深处点亮了一盏灯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蚂蚁，它叫净眼。当然，它不知道自己叫净眼，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叫什么。它只是存在着在某个无法被语言描述的时间坐标里，以一种极其微小的形态感知着世界。但在佛教的经典记载中，有这样一则记述：从毗婆尸佛住世的年代，也就是距今91劫以前，有一道意识一直流转至今，仍未曾以人身示现91劫。你知道一劫有多长吗？有一种比喻是这样说的：有一座方圆40里的巨石，每隔100年，有一位天人从天而降，用最轻薄的丝绸拂过一次。等到这块巨石被丝绸磨平的时候，一劫还没有结束。
我把那道意识叫做净眼。净眼最初的记忆是黑暗，那种黑暗里没有温度，没有声音，甚至没有时间正在流逝的感觉，因为在那里时间本身是凝固的，那是地狱道。净眼在那里不知道待了多久，他没有手，没有脚，没有眼睛，甚至没有固定的形态，却拥有比任何人间痛苦都更敏锐的感知力，偏偏那感知力只用来接受痛苦。你可以想象什么叫做只剩下感受痛苦的能力吗？没有思想，没有希望，没有这一切会结束的信念，只有痛苦和更多的痛苦。是什么把他带到那里的？是一念嗔恨，是许多世以前那道意识在某一个短暂的人形轮回里，用极大的恶意对待了另一个生命。那个恶意不是瞬间消散的，它像一颗种子落入意识的最深处，等待着某一个适合萌芽的条件。条件成熟的时候，死亡来临。净眼的意识在业力的引导下坠入了那片黑暗，但地狱不是永恒的。佛说，即使是极重的恶业，也终有耗尽的时候。当净眼的意识从那片黑暗里浮出来，他以为终于解脱了，他错了。他来到了恶鬼道，恶鬼道里有光，有颜色，有空间，甚至有其他存在的影子。但那种有比黑暗更加残忍。净眼有了喉咙，有了胃，有了嘴巴，但无论吞下什么，在进入喉咙的那一刻就化为火焰，将他的内腔灼烧殆尽。他有了眼睛，能看见水，能看见食物，但每一次靠近，那些东西就在他面前蒸发消失，或者变成腐烂的尸骸。你有没有体验过很渴但喝不到水的感觉？把那种感觉放大10000倍，再放大10000倍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这种感觉将持续数百年、数千年，中间没有任何1秒的缓解。这就是恶鬼道的日常。净眼在那里，在渴望和之间无限往复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只知道他饿，他渴，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喊着要被满足，而那呼喊永远得不到回应。又是许多劫以后，恶鬼的业报也渐渐消耗。净眼再次转生，这一次他有了一个真实的可以在大地上行走的身体，他成了一只蚂蚁。如果你觉得终于好歹是个动物，比地狱和恶鬼好多了，那你还是低估了畜生道的困境。净眼以蚂蚁的身体活着，他有触角，有6条腿，有复眼可以看见光。他每天的任务是搬运食物，修建巢穴，躲避天敌，照顾蚁后，繁衍后代，然后死去，再生，再搬运，再死去。但最深的困境不是劳苦，不是短暂的寿命，不是随时可能被踩死的脆弱。最深的困境是他不能思考，他没有那个能力去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可以怎么选择？他只有本能，本能驱动着他，如同一台精密但完全没有意识的机器，日复一日的运转，从不停歇，从不质疑。这才是畜生道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苦，是愚，是那道意识被彻底裹住，无法自见，无法行转，无法哪怕产生一丝想要离开这里的念头，因为连离开这个概念对于蚂蚁来说都是奢侈的。净眼在蚂蚁的身体里活了一世又一世，它死去再生，又是蚂蚁，又是某种虫，又是某种鱼，又回到蚂蚁。业力有它自己的逻辑，它不是残酷的惩罚者，它只是一台如实运作的机器，你种什么它就结什么。净眼的意识在无量世的畜生道里打转，每一世都有微薄的感知，却从来没有足够的善业积累能让他叩响那道人道的门。那道门是什么样子的？他看不见，他感觉不到，他甚至不知道那道门存在，但门一直都在。在净眼经历了无数次蚂蚁的生死轮回之后，有一世发生了一件极其微小的事情。
一个修行人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正要踩下去的那一步，忽然停住了脚。他低头看见净眼正背着一粒比自己身体大3倍的食物，吃力地爬着。那个修行人绕开了他，继续向前走。净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继续爬。但就在那一刻，有什么东西发生了，不是在修行人身上，而是在净眼身上。那道意识深处极其微薄、细如发丝的一缕被触碰了，不是觉悟，不是顿悟，只是一缕某种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。后来的经典把这种东西叫做善缘净眼死去，又转生。这一次，它成了一只稍微大一点的虫子，生活在一棵树下。那棵树的根部每天有一位老僧在打坐，老僧的呼吸，老僧诵经的声音，老僧心里那种极其平静的状态，这一切像某种无形的频率，日日夜夜地渗入那棵树的根部，渗入泥土，渗入净眼所在的那个空间。净眼依然不懂这是什么，但他的意识里那缕细如发丝的东西慢慢变得粗了一点点，他又死去，又转生。这一次他又是蚂蚁，但这一世他在一座寺院的地砖缝隙里生活，每天有人在念经，有人在礼拜，有人在供灯，那些光和声音和气息持续浸润着他所在的那片小小的世界。就这样，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里，净眼积累着那些微薄的几乎不存在的善缘。没有一世是惊天动地的，没有一世是我终于觉悟了的戏剧转折，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累积着。然后有一天，净眼站在了那道门前。当然他不知道那是一道门，他只是在某一次死亡与转生的交界处感到有什么不同。以往的那种被黑暗席卷、被业力牵拽的感觉，这一次有一丝松动。有一个方向，模糊的、隐约的在远处发出某种光，那道光的方向是人道净眼的意识。在那个交界处停了下来，他站在门口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然后他做了一件事，或者说他的意识里自然地浮现出一个极其微弱的倾向，不想伤害。对面有另一道即将消散的意识，奄奄一息。净眼的意识里没有升起任何掠夺或侵占的冲动，只是让他去，就是这个让他去。门开了一道缝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股力量出现了，是远古深埋的嗔恨业种，是最初把他拖入黑暗的那颗种子的余震。它不是以愤怒的形态出现的，而是以恐惧出现，对未知的、无法掌控的未来的恐惧引发了一丝抗拒，一丝收缩，一丝我不确定。门又关上了，净眼再次落入畜生道。这一次他又在轮回里转了不知道多少世。讲到这里要稍作停顿了，不是因为故事结束了，而是因为我想让你在这里喘一口气，感受一下这件事的分量。那缕差一点点就能开门的意识，那道差一点点就能穿越的门槛，它不是别人的故事，它是每一个曾经在轮回里辗转的意识都曾经历过的瞬间。而你此刻坐在这里，意味着你曾经不止一次站在那道门口，而且在某一次你真的走进去了。你是怎么走进去的？那才是这一切最深的奥秘。要理解净眼的故事，要理解那道门为什么在那个瞬间打开又关上，我们必须认真地谈一件事，那道门的构造。它不是随机的，不是靠运气的，不是靠许愿或祈祷就能打开的，它有非常精确的条件，而这些条件放在现代语境里来理解，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严苛。首先要明白人道在整个六道结构里的位置。六道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排列，天道不是终点，地狱不是惩罚，
这整个结构是一台根据意识状态自动分配的系统，意识是什么状态，就进入与那个状态最相应的世界。人道之所以特殊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非常精准的中间地带，苦乐参半，刚好苦到足以让你想要改变，刚好乐到足以让你有余力去思考。这个设定是六道里最难复制的。那么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对应人道最底层的门槛？是五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这不是5条规定，这是5种意识的状态。每一戒对应的是意识里的某种质地。持不杀生意味着这道意识里有对其他生命的基本尊重，持不妄语意味着这道意识里有对真实的基本维护。但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又极少被提到的细节，是中品持戒清净才能得人身。不是我大致上没杀人，不是我基本上还不错，而是在心念的层次上，这些戒律被真实的手持，不是勉强，不是表演，而是从内在升起的一种自然倾向。这在轮回的大多数状态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贪嗔痴是意识在轮回中的默认设定。这3个字我们都听过太多次，有时候反而变得陌生了。贪是意识对更多的本能执着，更多安全感，更多愉悦，更多掌控。嗔是意识遇到阻碍时的本能收缩与反击。痴是意识对自身真实处境的根本性无明。在贪嗔痴的驱动下，意识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选择，几乎都在不断地造作着带有染污性的业。就像一个人在浑水里游泳，他不是在故意把水弄浑，但他每游一步就自然地搅动起水底的沉积。在这样的底层运作机制下，要持续的、稳定的在心念层次上手持5戒，要积累10善业、身、口、意3个层次的清净行为，所需要的意识质量绝对不是我努力一下就能做到的那种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，能持续持戒修善者，意中无一。意中无一这4个字，我希望你认真感受一下，不是比较少，不是挺难的，是1/1。而且这个意对应的不是人口，对应的是整个6道的众生总量。这里我们需要打破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有的直觉性误解。你此刻看到这个世界上有80亿人，所以觉得人很多，人生没那么难得吧？这个感觉来自于我们只能看见当下这一层、这一世的人类。但佛陀的描述从来不是只看这一层，他看的是整个6道的全景。他说，地狱里的众生如同大地的微尘，多到无法计数；恶鬼道的众生如恒河沙，恒河里有多少粒沙，就有多少恶鬼畜生道的众生，多如酒糟。你有没有见过酿酒剩下的酒糟？那里面每一粒都是一条生命。阿修罗的数量如漫天飞舞的大雪，每一片雪花都是一道意识。而人加上天人加在一起如指甲上的土。现在你再去看那80亿人，你还觉得人多吗？你知道在你家门口一个普通的蚂蚁穴里大概住着多少只蚂蚁吗？保守估计至少几十万。一个蚂蚁穴就超过很多城市的人口。全地球的蚂蚁总数量估计超过20亿只，这只是蚂蚁，还没有算上其他所有昆虫、微生物、海洋生物80亿人。在那个数字面前，确实只是指甲上的那一点土。而时间的维度让这件事更加令人震撼。我们此刻能看到的是现在正活着的人类，但我们看不见的是在无量劫的时间轴上，那些此刻不是人的意识们已经在非人的道里轮转了多久。这不是恐吓，这是一个关于宇宙时间尺度的清醒提示。我们此刻活着的每一秒，在那个尺度里是多么珍贵、
多么稀薄，多么不可思议。有人会说，我相信因果，我也有在做好事，应该还好吧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深层机制，善业的积累需要的不只是行为，还需要正见。正见是整个修行的眼睛。相信因果不是一种迷信，而是对宇宙真实法则的如实认知。一个有正见的人，在造作每一个行为时是清醒的，是有方向的。而一个没有正见的人，即使偶尔做了好事，那个善业的品质和稳定性也远远不如一个有正见者的日常之举。这就是为什么净眼在寺院里吸收了那么多年的经声和善气，才开始有了一点点转化的迹象。那不是偶然的，那是一种连意识的深层都在被慢慢渗透和改变的过程。因果是宇宙最精准的算法，它不多给1分，不少给1分，它如实的计算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行为、每一个选择的质量和方向，然后给出与之最精确匹配的结果。这套算法不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存在而停止运行，它已经运行了无量劫。在你知道佛教之前，在任何文明记录历史之前，一直在运行，一直如实，一直精准。现在我们来谈那件几乎没有人愿意正视的事情。得人身难如登天，这我们已经说清楚了，但这才说了一半。另一半是失去，失人身比你得到它要容易无数倍。这个不对称是整件事里最让人心寒的部分。想想净眼，他积累了不知道多少世的善缘，才在那道门前站定，才有那一丝缝隙的可能。然后就因为一瞬间的恐惧，一念的收缩，门又关上了。那一念不是大恶，不是残暴的杀戮，不是深重的罪行，只是恐惧，只是不确定，只是一种没有被化解的抓取，而那就够了。这才是佛陀一再强调这件事的真正原因，不只是珍惜人身这个表层意思，而是要让我们看清楚一个极其冷静的事实：在你拥有这个身体的每一天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选择，都在微微地改变着那个业力的天平。一句恶口不是轻飘飘地说出去就没了，那个恶语在对方心里种下了什么，激起了什么，又引发了什么，都在这个精准的系统里被完整记录着。你当然不会因为骂了一句人就立刻堕入恶道，但那颗种子埋下去了。一念贪嗔也是一样。你有没有体验过那种感觉？你明明知道不应该，但嗔恨的火一起，你就是控制不住。那个控制不住不是意外，那是业力的显现，是你过去无数世里在同样的情绪模式里反复强化的结果。每一次被嗔恨带走，那个模式就又深1分。每一次你停下来，你觉知到你不被带走，那个模式就薄1分。这不是修行课本上的话，这是意识运作的真实机制。现在我们来认真谈谈人身的不可替代性。这件事儿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重要得多。六道里为什么只有人能了生死？地狱里的众生苦到完全没有任何余力可以思考我要怎么从这里出去。苦本身就占满了一切，每一个当下都是绝对的受苦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缝隙，没有任何可以向内回望的可能。苦把意识彻底压平了，恶轨道的众生被渴求和匮乏驱动的神魂颠倒，意识的全部能量都被那个永无止境的饥渴消耗殆尽。那里没有我要修行这样的念头升起的土壤，因为在那个状态里，意识只剩下一件事：我要满足，我要满足，我还没有满足。畜生道，如我们谈到净眼时说的，问题不在苦，问题在于意识被本能彻底主导，没有反思的能力，没有从更高视角看清自己处境的能力。
一只鸡不会在下蛋的时候忽然想到，也许我可以修行，它做不到，不是因为它懒，而是因为那个维度的意识里，那个功能根本不存在。那天道呢？天人不是很好吗？长寿、快乐，享受各种殊胜境界。天道的问题恰好是它太好了。天人在那种极致的安乐里，根本不会想要改变，根本不会升起我要出离轮回的心。他们享受着，满足着，岁月悠悠，寿命极长，直到天福耗尽的那一刻，才骤然陷入巨大的衰落与恐惧。但彼时已来不及。佛教里有一个非常动人的说法，天人将死之前会有5种衰相，他们的花冠开始凋谢，他们的衣服开始沾染污迹，他们的腋下开始出汗，他们的身体开始散发气味，他们坐不住了，开始坐立不安，那就是天福耗尽的前兆。而在那之前，他们一直沉浸在快乐里，没有一刻想过这一天会来，只有人苦乐参半，刚好苦到让你不甘心，刚好苦到让你想问为什么，刚好乐到让你有心力去思考，有时间去探寻，有智慧去分辨。这个刚好是六道里独一无二的设定，也是人道存在的最深意义。正因如此，佛陀在每一个时代都选择在人间出生，在人间成道，在人间度化众生，不在天道，不在其他任何道，就是人间。因为这里是整个六道里意识最有可能觉醒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失人身，佛陀说万劫难复，这不是夸张，这是那套精准系统的真实运作方式。一个人在有人身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极其珍贵的机会，在贪嗔痴的主导下继续造作恶业，死后意识的状态就是那些恶业的加总和显现。那个状态与人道要求的中品五戒清净相去甚远，意识就自然进入与那个状态相应的道，然后要从那个道里再次积累到足以叩响人道之门的善业。需要多久？净眼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种可能，91劫，而这还是他最终没有完成的那一次的长度，他还在继续。这件事应该让每一个人感到一种深沉的，不是恐惧，而是清醒的震动。但是我想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说一件事儿，因为这件事在很多地方被误解了。佛教谈人身难得，谈万劫难复，不是为了让你活在恐惧里，不是为了让你因为一点点过失就陷入深重的自责，更不是要用你会堕入恶道来威胁你做一个好人。他要说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，他要说的是你已经在这里了，你已经穿过了那道门，你已经站在了这个六道里最难得、最殊胜、最有可能觉醒的地方。不管你经历了什么，不管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，你现在有的是那个最精准的条件，一个可以思考、可以选择、可以修行的人生。这件事值得你认真的、深刻的、不带任何敷衍的去感受一下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身体当作理所当然，疲惫了会抱怨，生病了会烦躁，事情不顺了会嗔怒，欲望没被满足会贪求，这些都是人的正常反应，没有对错。但是如果你能在某一个时刻，哪怕只是一个很短的时刻，想起净眼在蚂蚁道里辗转了91劫都没能走到你现在站着的这里，你或许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奇特的平静而深沉的东西，不是悲悯，不是庆幸，而是某种清醒，某种原来如此的清醒。修行不需要从宏大的誓愿开始，它可以从非常具体、非常当下的事情开始。这一念，我被嗔恨带走了，我能不能在下一念停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一刻我在做一件事儿，我是不是有意识的在做它，而不是被习气推着走。
这就是人生最宝贵的地方，它给了你那个停下来看一下的能力。这个能力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个能力是无数劫的善缘堆积出来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此刻能读到这段文字，能理解这些概念，能在内心某处感受到某种触动，这本身就是那个善缘在发挥作用。我想用最后一段话回到影片开头所讲的地方，佛陀站在那里，指甲上有一点土，脚下是无边无际的大地。他不是在宣判，他不是在警告，他不是在说你们要小心要乖，不然会怎样怎样。他是在让你看见一个事实，一个如果你真的看见了，就会自然地从内心深处改变你和这一生关系的事实。你站在指甲上，你从大地的微尘里来到了这里。这件事儿不是轻巧的，不是廉价的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发生的，它的背后是难以用任何语言完整描述的漫长与艰辛。而现在此刻，你有一个人的身体，有一个可以思考的头脑，有一颗可以被触动的心，有一双可以做出选择的手。这是你拥有的一切，这也是你拥有的最多。怎么用它是你自己的事，没有人能替你决定，没有任何力量会强迫你。就连宇宙最精准的那套因果算法，也只是如实的记录，不会替你做选择。选择一直在你这里。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，我希望那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安静的带着重量的清醒。在你放下手机或者关掉屏幕之后，那种清醒还在提醒你，你此刻呼吸着的这个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不用回答我，回答你自己就好。如果你知道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无数劫的善业，无数次的抉择，无数个险些坠落又重新站起来之后才换来的这一次机会，你今天会选择怎么活？不是要你出家，不是要你放弃所有世间的事，只是问你此刻这颗心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手里握着什么。这条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颗能思考、能感受、能选择善的心不是随便就有的，它是无量劫换来的。做人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儿。如果今天的内容有触动到你，请帮我点个赞，点个热推，有能力的也可以进行打赏。另外，再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认为需要看到它的人。你的每一次分享就是一颗善业的种子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看完之后的感受，我非常想听见你的声音。我们下次再见。